我接下来跟学姐要介绍这一支 Dusk， 对，我一定要把它放进去，重新打开给你看。好，我觉得这个品牌真是太超值了。怎么说？你看它整个包装，都是磁吸，盒子是磁吸的，是。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它还附了一个随身的分装补充香水瓶，对。然后拿出来，哇，它的瓶盖也是磁吸，而且盖子是木头，就完全跟它的品牌是同一个感觉。对，就是森林，而且还蛮厚实的。对，这个玻璃也分量相当厚。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运费那么贵了，因为这个很重啊。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每一支在那个评分都是4以上，因为它实在是 CP 值太高了。是，好，那这一支听说许愿的时候几支，然后卖40支一扫而空。哇，那到现在没库存了？没有了，我们有在订货了。对，留下来拍影片用了哦。因为这一个喷头有一点卡卡。OK， 好，来，那正好。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他最好的贡献，所以就来试一下这样。对，好，所以要多喷几下。果然有卡卡，你看像这个就是瑕疵了。这是瑕疵，所以我们留下来试香。对，但我觉得这一支香味还蛮厉害的。好，我觉得他在出香水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要去，这怎么有梅子味道？对，他并没有想要像谁，可是很妙的是，你闻到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某些香水啊，大家多半讲说它像谁？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对，我们还是不要讲好了，让大家自己去查。因为但我相信每一支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啦。因为我其实闻完之后，我觉得它的每一支香水，虽然有人觉得它像谁，但是我闻到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有挑出自己的特色来。像这一支虽然叫黄昏，对，但我觉得它有清晨的感觉，清晨水雾的那个感觉，它是很清爽，就是森林里还有雾气的那个氛围。对，而且这牌子是不是专门都是 focus 在讲森林里面的对啊，因为它的名字就是 Nature by the Wood， 这什么 collection 收集了、收藏了。OK， 所以它就等于在描述森林、树林里面各种不一样植物的氛围，或是一个天象的那个气候的感觉，或是。我觉得这很像你去爬山的时候，像我们这一次去意大利北部，我大概爬了3座山那你有在高山上的那种大草原、大平原那一种，哇，非常辽阔，然后你可以依然可以看到山上有山的那一种，在下一个阶段，那你也会从这一个平面爬到进入下山谷的时候，本来大草原阳光你几乎没有遮蔽物嘛，但是你下到山谷之后，你旁边那个树又开始高耸起来了，你又进入了这个走不到尽头的感觉，会一直想要看着这个坐标，想说，我接下来能不能回到原来那条路？是可以，大概已经是5个小时之后了，因为太大了。好，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进入山谷的时候，阳光有，但是都被树挡住了，有一点点的阳光穿透进来，那更多的是这种森林里面的气息，森林的湿气感或者雾气感，有没有？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他这样表现，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说他是黄昏。怎么说？因为不同国家的黄昏感受到的气候的那个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也要看季节。假如说是在欧洲的话，夏季它的黄昏大概是晚上10点。我们的晚上，天哪！我已经在睡，我们已经准备要睡觉了。对，包含在北疆，同样一个纬度，所以你会发现奇怪，9点58了，怎么还那么亮就对了，然后开始渐渐进入黄昏，所以它的黄昏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早晨的味道。这一支其实我们闻到反而比较像清晨。对，因为它一开始有水雾的感觉，就是带着雾气的草嘛，可是它又有一点柑橘的香气。因为欧洲到处都他们很喜欢这种柑橘类的东西，几乎去欧洲很多地方，你都会闻到空气里弥漫的柑橘香。所以它的森林或是它的
海岸边，你都会闻到除了树草的香气之外，一定都会有柑橘的味道。那这一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以你的看法来看，它的特色到底是？因为它的清爽度有，但它后面的木质调也有，所以它会让人家觉得，我不论早上喷、晚上喷，或是在天气热的国家，或是在天气冷的国家喷，它都会有好的表现。我相信它在冷的国家的时候，它的香调变化应该会更有层次。然后在台湾像比较闷热的国家的时候，它是清爽的，是它算是有清爽，然后又有一点甜甜的木头香，对不对？那这个甜是来自于我觉得一开始那个梅子转成蜜饯的这个酸甜的那种那种酱汁的感觉，有没有？但其实它后面的木质调其实有一直穿透过来，就是你还是会有森林的氛围在你的香气里。然后我觉得它在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那个后面的木头应该会表现得更好。OK。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所以它会先表现的是前段跟中段那个很清爽跟柑橘的香气。对。这一支你会推荐大家什么时机点出去哪一些场合可以来？我觉得台湾现在闷热的天气，你白天喷绝对适合，因为它的清爽有，然后可是它又不会清爽到一下子就没味道，就是因为它后面森林的氛围会让这个香气留在你身上，然后它会让你心情好。就是有的时候天气很闷热，你会觉得很阿杂，可是它会让你心情是好的，因为它有个明亮感。对，我觉得这一支非常推荐给现在这种闷热的天气，你早上起床想要找一支让心情愉悦，不要带着阿杂的心情出门的时候，这一支我非常推荐，会让你有好心情去上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说，闻得出来它的这种木香带着暖甜的感觉，对不对？可是它又铺了一层的底是透凉的味道。对啊。这个两个叠在一起，透凉在上面，雾的一层。那这个暖木是在下面。你看它的用料还是相当的扎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者都结合，你既可以冷天的时候用，你也可以在暖日子的时候用。这个两种感受你都可以我想起来为什么它是这样的表现呢？因为黄昏太阳要下山了，天气会气温会变凉了。是，特别在欧洲这里，只要一没有阳光，你就会觉得冷。对，所以我就说，所以跟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们黄昏就是白天跟晚上交接的时候，是气温正要转凉的时候，所以它会表现一个凉意的感觉在那个香水的氛围里。OK， 好，那适合的职业，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适合的职业再跟大家说的嘞？那个森林导览员，森林导览员，森林导览，带大家森林走一圈这样，对，可以。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会带大家去爬山，然后就帮大家介绍山上各种植物啊。我觉得还蛮适合的。现在健行团很流行这个适合有经验、有知识的向导带着我们走，好不好？好，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后面的变化。对，谢谢学姐，待会见，拜拜。Dusk 后调，来学姐先。我觉得它有一点烟草感。烟草感。但我还是有蜜饯感甜甜的烟草感烟草是从甜辛香料叠出来的怪不得有那个香评有人就是评价说它有点像 Layton。怎么说嘞？因为 Layton 也是的烟草香也是带甜甜的氛围，就是但不是死甜就是很舒服微甜的烟草香，它现在有一点那个感觉，但我还是在那个微甜的烟草香里闻到一点点烟熏的木头香气，像什么？像你在晚上在森林里生那个萤火的那个烟的感觉但你又不会觉得
只有烟熏，没有，就是有一点点烟草感。整体来讲，我觉得他没有想要让木质调变得太厚重，它是清爽的，后面的木质香是清爽的。对，我到后调，我终于知道他讲的是黄昏，没错。为什么？因为刚刚学姐带我们到了这个露营的深山上，进入傍晚的晚上的时候，因为在山上你没有灯光嘛，对啊，所以太阳一下山，这几乎就都暗了。好，所以它介于这个已经太阳最后一点点你可看到的光，那只剩下余晖了，你整颗太阳已经沉到这个山下了。好，那你只剩下露营的萤火，好，慢慢的这个烤你的食物，准备要开始晚餐的时候，对，带着这个微微的烟熏，对不对？然后火不大，然后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这种声音，对不对？哦，非常有那种露营安静2、3个好朋友的这种聚会的感觉，在这山上。但我觉得它厉害是它前面那个柑橘香没有完全消失，你会觉得在那个烟熏的烟草跟木质香里，你还是闻得到微微的气泡感。对呀，因为它有那个凉感在里面，对，它就是从前面到现在铺底了一个味道，就是凉透凉的，对不对？所以学姐认为这个凉凉可能就是我们相同的感觉，那你认为的是气泡感，那我觉得它是凉凉的一个好像薄荷凉茶吧，凉茶之类的。也是啊，因为有可能是欧洲的晚上就是会有凉意嘛，所以他用这个氛围去营造那个凉意的感觉。是，果然这个后调我终于比较可以知道，本来一直前面喷出来的时候是清晨，但事实上这一支名称叫黄昏。对，好，那终于知道为什么是黄昏了。OK， 来，那这一支学姐你整体给它几分？我9.9。这么高啊？我觉得很好闻。OK， 就是它前中后的表现都很实穿，它不会有哪一段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对。然后这个品牌真的是 CP 值太高了，对，就吃膝盖就算了，然后每一盒里面还送你一个分装瓶，是，怪不得一扫而空。对，那我们还没等到的朋友们就再期待一下了。我们还有在追加，可以先闻一下影片了就是闻不到先看一下，现场也是可以闻的，现场也可以闻。你不介意这个喷起来这样这个瑕疵啦没问题，多按几下，但还是可以试得到的。那我自己给他，我是比较喜欢刚刚另外一支，那这一支我给他9.7，也是相当好，一开头清晨，到后来你意会到它是黄昏的味道，这个3、5好友一起去露营聊聊天，喝个凉凉的，我觉得凉感加气泡，那应该是啤酒吧？啤酒，对，也是。OK， 谢谢你的收看，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拜拜。